到了。開車開了1個多小時，終於到這個海昏侯遺址博物館了。西漢遺韻。這旁邊還有騰訊視頻的廣告。算不算給他們打廣告啊？這樣。咱沒收錢。咱沒收錢，不是廣告。是海昏行嗎？他飾演的是海昏侯嘛，刘賀。哦。然後剩下的3個人我就不知道是誰了。看這兒，他這個電視劇裡邊，這個劉賀的演員是一個長得挺帥的演員，但是呢，歷史上的記載說，這個劉賀這個人青黑色，小目，就是長得黑，然後眼睛還小，少須眉，就是胡鬚眉毛都長得比較少，比較稀疏，身體长大，脊痿，行步不便，就是說他长得很高，大概可能得有1.7米、1.8米的樣子，但是呢，他的脚是跛的，行走不便。那這個演員明顯比這個歷史記載的劉賀要帥不少啊。對，就跟這個演员出入比較大。我覺得我穿的是不是太浮誇了一點？他这種是这种款。海昏侯是誰呢？海昏侯叫刘賀，他是汉武帝的孫子。你可能会奇怪，漢武帝的孫子起碼也得封一個什麼諸侯王吧？但他就是一個列侯。這個故事就說來話長了。怎麼講？就漢武帝他晚年的時候，他做了一件跟秦始皇差不多的事兒，就是他想把太子廢掉，立小兒子劉弗陵當繼承人。這個時候呢，恰逢太子劉據，他因為巫蠱之禍被發現了。什麼是巫蠱呢？就是巫蠱，簡單來說，就是搞了一個小人兒，然後呢扎小人進行詛咒。他詛咒的對象呢，就是他爸漢武帝。然後呢，太子劉據事發之後就畏罪自殺了，所以劉弗陵就順利的登基成為皇帝了，是為漢昭帝。漢昭帝登基的時候只有8歲，你想一個8歲的小孩，他怎麼治國呢？所以他爸漢武帝就給他安排了幾個顧命大臣給他輔政。這裡邊最重要的就是霍光。霍光是誰呢？霍光就是霍去病他同父異母的弟弟。霍去病是戰神嘛，然後霍光他就是一個權臣。漢昭帝在位13年，他21歲的時候就早早的病逝了。他死後他沒有留下子嗣，那麼這個時候由誰來登基繼承皇位呢？這個事情就由霍光來說了算。現在坐這個擺渡車過去。地方嘛，它有一指，對呀，挖起吧，這長得真不錯。那個汉代公主坐3輪，要麼就是那個霍光的第一個選擇就是昌邑王劉賀。劉賀的父親叫劉伯，他當年也是皇位的有力競爭者，但是呢，他敗給了劉弗陵。現在他的兒子劉賀終於有機會當皇帝了。公元前74年，18歲的昌邑王劉賀從山東昌邑出發，一路前往長安繼承皇位。但是呢，讓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僅僅上位27天就被霍光給廢掉了。為什麼劉賀只當了20多天的漢朝皇帝啊？霍光給出的理由就是說，劉賀荒淫無道，幹了1127件壞事。那就是栽贓唄。這個只是史書上的記載，一般的歷史學家的分析就是說，可能霍光覺得劉賀這個人不太容易控制，不太聽話。劉賀從山東昌邑來到長安的時候，他是帶了200多的家臣的。這些人在劉賀被廢之後，很快就被斬殺掉了。這些人被殺的時候呢，其中有人高喊“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就是說你該做決定的時候，你優柔寡斷，沒有做出決定，那你現在就反受其亂了吧。所以這個可能可以從側面說明，
劉贺的家臣或者他本人可能曾经动过想法，想铲除霍光，但是失败了。他被废了之后呢，很快被送回了山东昌邑，但这个时候他的昌邑国已经被废了，他成了一介庶人。虽然还保留了他的财产，但是呢是在当地地方官的严密监视之下生活的。这一软禁就是11年。11年之後呢，霍光早就病死了。然後呢，霍光他们家族勢力被铲除了。当时的皇帝是汉宣帝。汉宣帝是誰呢？他是那个自殺的太子刘据的孙子。哦，就是等于皇位他有儿子，还有了孙子。对，等于就是说这个皇位轮轉了一圈，又回到太子劉據的他们这個家族的這條支線上了。對對，可能是為了安撫一下這個劉賀，所以他就給劉賀封為了海昏侯。他一方面想安撫劉賀，讓他來當一個海昏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能讓他再繼續待在山東這邊了，就讓他得把劉賀流放到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也就是來了這個豫章郡。這個青銅燈上面有南昌2個字兒，這是從海昏侯墓裡邊出土的，說是目前發現的有南昌2個字兒的最早的實物。它這個頂上它是寫的昌邑吉田銅鼎。哇，以前的字好複雜。這個就是他還在當昌邑王的時候鑄的鼎，他是從山東昌邑帶過來的。他那個古代的字，這個田字是一樣的，但那個吉是不一樣的，昌也是不一樣的，邑也是不一樣的，銅也是不一樣的，鼎也是不一樣的。因為劉賀墓裡邊出土了很多的金子嘛，很多人就覺得這說明南昌當時已經很發達了。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很多器物上面都寫了昌邑2個字，就說明他的墓裡邊的大部分的器物其實是從山東帶過來的，因為他來到海昏縣過了4年就去世了。當時的南昌周邊其實還是屬於人煙比較稀少、經濟不太發達的，算是漢帝國的邊陲地帶。這個玉印上他寫了劉賀2個字兒，這兒給了2個放大鏡可以看，但是下面這個放大鏡你也看不清楚。這個是叫大劉記印，我們可以看一下，我覺得在這兒還是挺清楚的，可以看得見那幾個字兒，大劉記印。我感覺劉慈欣也可以用這個印，他不也是大劉嗎？可以。它是一個龜形的，上面是一隻龜，下面就是這個大劉記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來看看。以前龜是吉祥物呢。因為龜長壽嘛。劉賀來的時候，海昏縣這裡還是陸地。到三國的時候呢，這裡也還是陸地，沒有什麼變化。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這個鄱陽湖就開始形成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海昏縣已經在這個湖的中間了。歷史上很長時間都是一直在湖底，對，被淹着。其實是被這些湖水淹着的。到了宋朝的時候，這個湖面繼續擴大，應該是它歷史上最大的時候。海昏縣，海昏它是在鄱陽湖的一個角角的地方。清朝的時候就是這個，就是海水退了一點，海昏縣它變成了在這個湖的北邊了。海昏侯國的這個都城就叫紫禁城，而不是紫禁城。就他來了這兒之後，也是大興土木，給自己建造都城嘛。金子，現在金子可值錢了。哇哦！它
的墓裡發現了這麼多金子嗎？嗯，天哪！我看到有分析是說，他們的用途其實是想充当斫金的。什麼是斫金呢？就是斫金是那个汉武帝開始他攤派給這些諸侯王和列侯的一種苛捐雜稅，就是說每年你們來，都城，你們來長安祭祖的時候呢，你們得給我進獻這些金子，這金子不能不獻，而且呢，不但不能不獻，你的成色如果不足的話，你還會受到嚴厲的處罰。但是呢，這裡邊非常有戲劇張力或者非常弔詭的一點就是，海昏侯當他被封海昏侯的時候呢，漢宣帝其實是給了他一個附加條件的，就是說他不能來參與祭祖。這個主要是為了避免他和其他的諸侯王或者列侯見面，大家一見面就會發現，原來劉賀這個人他並不是那麼荒淫無道的一個人，可能就會有人覺得他還不錯呀，那這個漢宣帝他繼位的這個合法性可能就會受到質疑。但是呢，我之前不是說劉賀這個人他是比較腦子有點問題的嗎？他就一直給這個皇帝上書，想來這個長安參加祭祖儀式，並且獻上他的這些斫金，所以他其實是鑄造了大量的斫金，一直在準備着去長安祭祖的。所以這就是他從來沒有用上。哎，真的是。說這個東西它是壓在席子的四角上的，防止席子捲起來的。有意思，這麼講究。對，我們的話，我們可能就拿個什麼磚頭什麼的壓一壓就好了。你有磚頭嗎？感覺昏字好像不是什麼好字，比如說昏頭顛腦、昏頭轉向，它叫海昏，為什麼給它這樣一個？哎，對，有人根據這個海昏這兩個字兒，判斷他們覺得是這個漢宣帝為了故意羞辱這個劉賀，給他取的這樣的一個海昏侯這樣的一個絕名，但其實根據一些考證，就是說這個地方本來就有一個海昏縣了。哦。就是因為這個海昏縣，所以給他取名這個海昏國和海昏侯的，而不是因為要羞辱他。這裡還有劉賀的人生軌跡示意圖呢。這很有意思。對，就從昌邑到了長安，然後呢又從長安被貶回昌邑去，再來到海昏。行，溫器也，圓而直上。一種保溫飯盒之類的電飯煲。他說出土的時候呢，裡邊還有雞骨和湯羹，就是裡邊還有雞湯呢。哇哦！要喝上一口，恐怕得中毒。上面寫的中，這是什麼呀？它是鳥蹄金。它叫鳥蹄金。它是鳥蹄金。這是劉賀墓裡邊出土的一個鏡子。這哪裡有鏡子？得把這個打開吧，得把上面那個提起來才是鏡子吧。這個是背面嗎？看下這面的。不對呀。這面是光亮的，只不過是它生鏽了嘛。我以為要把它提起來呢。不會了。他說這個鏡子是戰國時代的楚國的鏡子，一鏡傳三代，人走鏡還在。就是你看到它是個模型，但是它好高大呀。你拉着馬車出去，感覺也是那種土豪金的樣子，金閃閃的，因為它馬車上面的各種配件都是金閃閃的。那個編鐘也是可以彈出哆瑞咪發嗦拉西哆，可以嗎？也許吧。人家這個中國的音韻不是叫宮商交織樂嗎？那怎麼唱呀？宮商交織樂怎麼唱啊？我不知道啊。這個是青銅鐘，說是一種裝酒水的。這是青銅壺，壺也是裝酒水的。
喝酒真多。对，就是不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些诸侯是不是也像欧洲的诸侯、欧洲的那些貴族一樣，只喝酒不喝水？因為他們的墓裡邊出土的這種裝酒的器具太多了。這是一個青瓷的壺，哇，漢代的青瓷。這是青銅的筒形樽，溫酒的。這是舀酒的一個勺子，全是跟酒相關的器具。对，不知道他們要喝多少酒。不過那個時候的酒，它的度數不高。為什麼他要把金子鑄成馬蹄的形狀？我也不知道哎。馬蹄金據說是漢武帝為了慶祝天降祥瑞而鑄造的，它並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貨幣。說這是漢墓考古發現裡邊黃金最多的一次，見證西漢的黃金時代。你看这邊，哇，樓下也有。樓下比這個少多了，簡直一面牆的金，全都是金幣。面墙呢？墙上也是，这也是。我都沒看見牆上的也是。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這個五銖錢。那邊還有。這邊也是。這邊也是一面牆的五銖錢。這兒是滿滿的一籮筐。我的天哪！他帶了這麼多錢進他的墓裡嗎？都埋在墓裡了。那這樣會不會知道當時的貨幣緊縮？對於全國來說，應該還好吧。這還有金磚呢。對。嚴格的上來說，金片就是金片，也不是磚。它挺薄的。這三個中間的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進門的時候牆上的那個掛飾，還有虎形獸，還挺好看的。啊，好看嗎？挺可愛的一個。哪裡可愛了？虎形獸，胖乎乎的。它這個墓裡邊還有地黃，說是什麼重要的輔料。那他死之前這個是還在吃中藥。這是3D 打印的。這個是仿製的。對。你看，它上面畫的是，上面是孔子和顏回，下邊是子路和子幹嗎？好像是。然後下邊是子夏和不認識，那就是孔子和他弟子的一些言行的東西。這邊還蠻漂亮的。為啥這個地方擺放跟孔子有關的東西？因為西漢的時候，儒學就已經成為了皇家推崇的一種學術了。漢武帝的時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嘛。像劉賀這樣的皇家子弟，他們從小都是有師傅帶他們學那些《論語》啊、《詩經》這些東西的，所以他墓裡邊擺一個孔子相關的東西是很正常的。其實劉賀墓裡邊還出土了很多的《論語》啊、《詩經》的這些竹簡呢。他這碑上寫的，這是紫禁城的城址，就是當年劉賀在這兒住的那個海昏侯國的那個城，就在這兒。這就是他的紫禁城的東門闕，東邊的門，在這裡。劉賀的墓在前邊，暫未進行發掘，墓主人可能是劉賀的姬妾，這 M7也是可能是劉賀的姬妾。這個堆子比 M7、M8、M9 都大，不知道是誰的。他說這個守陵人蠻好的，要吃4餐。就是上4外面這個風頭很高的墓，上面寫的是劉賀夫人墓，
現在應該也還沒有挖呢。馬庫不是牛馬庫，牛馬幹什麼都是牛馬。這邊是墓室。哎，它这個木材是原有的吧？這個是後來的了。後來的。木材肯定早就復原了。這還有文書檔案庫、武庫、衣絲庫、錢庫，反正就是国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它墓葬裡邊全都會配備。即使被放逐到帝國邊緣，劉賀依然在這片紅土地之下，為自己營建了一座凝固的長安。墓室分區嚴整，幾乎複刻了他生前的秩序與日常。走完跌宕起伏的一生，劉賀的家人或許希望，在那條通往彼岸的路上，他有享不盡的榮華。歷史常有意外，在文字記載中，劉賀被簡化為一個荒唐的符號，蜷縮在《霍光傳》的陰影裡。但在這些深埋2000年的車馬與氣息之間，我們似乎能嗅到史書刻意隱藏的那些筆墨。劉賀絕不是最後一個來到南昌的失意者，未來這裡還將陸續迎來更多跌宕起伏的命運，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待下集分解。這就是當時發現的一個車馬坑，能看見的只有那個車轱辘。